80年呀，量子物理界的顶级天才，要像1935年那个诸神大战时代。量子力学把天决地与相对论相杀相爱，统治物理界把被解剖的公论名叫哥本哈根学派。神迹大佬波尔群龙之首掌门各派，量子力学海森堡万众膜拜。老将波恩虽是外援，却都不求败。天才道理不相容，原理稳坐钓鱼台。当年连爱因斯坦在波尔面前都3战3败，一度怀疑人生悲叹时不我待。直到一个天才横空出世，一三震撼出爱因斯坦力挽，后来看成变态。他有一个方程压得海森堡喘不过气来，又抱着一只猫砂的波尔其名也爱。整个哥本哈根在他手下都看挂切菜。他叫薛定谔，流芳百世，千秋万代。薛定谔生于维也纳书香门第，走上科学之路也就不足为奇。24岁当上物理大神伯恩的助理，绝世天才对他而言不过都是弟弟。海森堡如日中天，是何等霸气，但还是被薛定谔波动方程压制的歇斯底里。这段往事太过庞大，下个视频再讲详细。今天的主角是一只猫，物理界的传奇。10年1927，不解索尔为会议，爱因斯坦质疑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和随机，波尔把不可赋予老爱正面对线铿锵有力。两人8年3次论战，爱因斯坦输得一败涂地。好在爱因斯坦还有一个谜底，那就是薛定谔战力堪比无双剑姬，感动我偶像与你哥本哈根势不两立。1935年出手就是致命一击，当时哥本哈根理论这样说，一锤定音。一个离散没有测量前状态模糊不清，出于各种可能的混合叠加，这里感性。在薛定谔看来，这理论简直偷心为名。就比如一个放射性原子来举例，当我们暂时没有观察它的时期，它处于衰变和不衰变叠加态有点不明确力，唯有测量真实它才选择一种状态很随机。听来是在说原子居然能动出先机，薛定谔才不信这么扯淡的论题，他一点不惯毛病，就是要灭你。虚构了一只猫就果断出击，他设计了一个流芳百世的思想实验，不透明箱子中有原子、毒气、丁和猫物品3件。如果原子随便释放种子，打破毒品，貌似入殓，否则猫就活蹦乱跳，依然风度翩翩。按哥本哈根学派，量子论高见，一切都被锁在箱子里，谁也看不见。我们没有观察是原子状态叠加很难辨，不知毒品破碎与否，猫是死是活，老天都不得见。只有打开箱子才最终定论，要么猫死，要么猫活，不再有疑问。但是开箱之前，猫是什么状态？请问，按照哥本哈根学派，只有唯一的可能，猫应该和原子一样处于叠加态，即猫会陷入一种死和活的混合状态。一只猫同时有死有活，听着就让人分开。波尔被怼得无话可说，想解释却理由不带，就他只能承认那只猫的确有死有活。薛定谔几经讽刺，对波尔其后生杀予夺，这只猫就此成为物理界第一大神兽。传说直到10年后，多久6个才有了一个结果，一人镇压波尔和哥本哈根，薛定谔之强力，有人俯首称臣。传奇天才力挽狂澜，莫测高深，科学倔强惊天地泣鬼神。